这可把我气坏了。俺媳妇儿的嫁妆竟然是2罐冤大头，我越看越不得劲儿，长得丑的不得了。拿银元当陪嫁，主要是图一个好寓意。冤大头丑倒不至于，看习惯就好了。来，我看啥来？哎，我估计谁也看不习惯，确实不是我的审美有问题。你看看这有多丑！哇塞，你这2块这可不是一般的大头啊！虽说样子长得有点古怪，这2块可谓是正儿八经的丝竹，其中有一块你看还是带泥背嘞。这丝竹泥背，反正我也不懂。我都看着他俩特别奇怪。咋看咋别扭，咋看咋丑。看着丑看着别扭就对了，这在我们行内啊，这叫与众不同。所谓丝竹就是越丑越贵。你这2块好就好在2块原汁原味未下水，因为你对银元不懂，像丝竹啊搁平时并不常见，尤其是这么好的更少了。拿这个当嫁妆不便宜啊。我感觉这2大头也不便宜。我给俺媳妇下了8800的彩礼啊，结果没想到这一块压着花到4000多了。哪有大头恁贵的呀？拿我当冤大头了？哎，我看你真是误会恁媳妇儿了。像普通的冤大头1800块，如果真是普通的冤大头贵了。说实话，搁平时像这种丝竹很难见，一块花到4000多，真便宜。但是恁媳妇儿这8800的彩礼确实不高。8800的彩礼确实是挺人性化的呀。对。主要是啥吧？也不能因为要的彩礼不多，在嫁妆上都忽悠我呀。我是一个眼里面揉不进沙子的人。你主要是对银元不懂。你想想，现在能开口要8800彩礼的人家，那都是走个形式而已。一般啊，像这种丝竹，说实话，一般人也不懂，能一下子送给闺女俩，可见这都是经常玩银元的。对，俺老丈人家里面银元确实挺多的。照我说啊，还不如送俩带龙的银元。好歹龙阳也比这个贵啊。毕竟银元都是娘家人陪送的东西，人家具体给啥，这个还真不好讲究。我就这样跟你说吧，你就这2个啊，随便拿一块，都比你常见的龙阳贵。不可能。虽然说我对银元不懂，但是像那种带龙的，我还是知道的。龙阳肯定比冤大头贵啊。龙阳比一般的冤大头贵是真的，但是遇到这种好版好状态的就难说了。先说你这里边这一块便宜一点的，虽说是丝竹，但是它也有名字，在我们币圈称之为香鹅肝红军版大头。它这个特征比较明显，通过原像这一面可以分辨出来。因为它这个版啊是人工畜牧，所以说字口、原像和这个夹盒都与众不同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存世量比较少，而你这个品相可以说是非常不错。你看原味2面都是全身打，尤其是夹盒这一面，你看还多少带点泥背。就凭这状态的话，9000块钱还是有了。9000？对，都这一块便宜的还9000？对呀，这一个都顶俺媳妇的彩礼了。对，相当于另外一个不是赚了吗？你说的很对，剩下来这一块就相当于是赚了了。这一块丝竹啊，它是新疆版大头，它这个木具因为是纯人工刻木，所以整体风格啊偏西北风味，尤其是壁面，你看全是以浅大为主，原像的眼珠与其他版大头不一样。另外就是它这个夹盒叶，你看一下呈菱形，细看你这个还是原味的状态，这品相可以说是万里挑一，一点都不为过，所以说价格也是非常喜欢人的。我个人看2万块钱还是有的。2万？对。这难道是我眼里的钱了吗？我反正是没想到冤大头一块儿竟然值那么多钱。主要是你对银元不懂，遇到好版的冤大头，说实话，咋说呀？你别说这个1个2万了，你就是再加2万还有的是。主要是你这2块丝竹整体品相还不错，你拿这个说实话当嫁妆绝对完全没问题。既然那么值钱都算了，我还以为不值钱呢。要是不值钱的话呗，我得拿着喇叭去吆喝他们。不值钱也不至于拿喇叭去吆喝那老丈人，婚都结了，你这是没事找事，不知道了还以为你专门拿出来银元去给俺炫耀嘞。炫耀倒不至于，谢谢你的见证，谢谢。没事。这5年前俺爸买100万买了一块银元，现在他急着用钱嘞。你看看这5年赚了多少钱？5年前买了这个银元，对，这个是大名鼎鼎的贵州汽车币啊。5年前买，只能说你胆子够大。100万买裸币的话，如果是真的，确实赚大了。第一，5年前那时候啊，银元便宜，你放到现在绝对是有钱赚。第二，你这个汽车币品相状态都特别好，这币面几乎是看不到有什么流通痕迹。看来恁爸这胆子够大，竟然敢碰裸币。
这跟你说实话，这是俺爸通过俺哥买的，要不是这几折用钱，也不知道，也不会拿出来卖。那是，按理说恁哥也不会忽悠恁爸，毕竟恁哥也是恁爸的亲儿子。但是话又说回来啊，100万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。一般像我们经常玩银元的啊，通常都为了保险起见，像买这么贵重的银元啊，100%都会买那种入盒的，像咱国内的公博啊，国外的 NGC、PCGS 带盒子啊，安全才有保证。买这种裸币啊，除非恁懂，哎。俺爸他也不懂，农村人一下子有100万，不知道该干啥好。那是。5年前我们这里拆迁，俺爸妈分到100万赔偿款。当时我想着一个人分50万的，对。结果俺哥不同意，没想到他背着我，还是给俺爸买了一个这。啥都不懂就买一个银元，而且还花那么多钱。我说句实在话啊，那100万当时还不如你跟那哥，那俩当时就分了，因为这个农村人啊，大多都没见过啥世面。一下子有100万也不知道干啥好了，分了啊，总比买任何东西强，不至于啊，急用钱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再犯难，哎。俺哥当时说，这晃着钱贬值快，不如把钱把买成东西。他给俺爸灌输了思想，就是反正急着用钱，不求赚多少，保本就行。哎呀，其实恁哥说的也没错，放钱不如买成东西，尤其是这种军阀币，它发行量少，如果买真的话，这几年不说翻番吧，赚个几十万也是轻而易举的。那啥都不说了，你看给多少钱嘛？这，我给你简单的说一下这种汽车币，这个是当时民国贵州省主席周锡成设计发行的，他也是唯一把汽车啊当成货币发行的银元。这个银元啊，就当时就发行了几万枚吧。加上这100多年的洗礼啊，真正留下来的太少了，就这随便拿出来一块也得几十万。而你这个品相可以说是未流通的状态，如果是真的呀，200万完全是没啥问题。啊，那今天能给我们钱吗？你说多少钱？我看。那你先不要感慨，我说这200万的前提啊，这个银元必须得是真的才行。而你这种汽车币啊，我说实话我也经常见。首先，你看它这个币面压力达不到，尤其是它这个字口，比较浮。而且它这个边齿啊也过于规整，另外币面的包浆更不行了，这种黑黑的包浆啊不太自然，所以这个汽车币啊我看像假的。难道会是假的不成？对。那你看能值多少钱？假的它都不值钱，因为银元这个东西啊，玩就玩它一个年代感，像这种新出的银元啊是没有人玩的，你市面上卖的话，如果是银子也就100-200块钱，不是银子，说实话艺术品的话也就几块钱一个，这就是大概它的一个价值。那哥不会拿个假币给俺爸换成100万吧？你说这咋那么可怕？哎呀，这个你得问恁哥了，因为这个是属于恁的这个家务事了。反正我感觉啊，这东西是不对的。如果是对的啊，我还巴不得了，因为你卖给我的话，对吧？多少我还能从中赚点钱啊。这个东西啊，我建议你还是去找找恁哥，因为啥呢？毕竟他是当时100万相当于卖给恁爸了。具体这个他是搁哪弄的，对吧？这个东西是不是？看他把钱都哪去了，这需要你们一家人好好的商量了，给他吧。走呢，回去再看看。好好好。